然后我今天安排了任务啊，就是还有任务你来设计一个盖碗茶如何？我来设计一个盖碗茶。对大胆、优雅、鲜活、多元、传统、时尚，没有一个词能精准概括成都的潮。火锅、麻将、脸谱，这些尽情生长在成都骨子里的元素，在标注着何谓荣潮。成都，潮在绝不循规蹈矩。那曾被尘封于历史之中的锦绣，如今也以全新的方式回到了时代的舞台。这个是蜀江景院的一种传统工艺，叫蜀锦。我能近距离观察一下吗？可以，其实是很复杂的。哇，这个大型的机器叫做什么呢？小花楼木织机，小花楼木织织机，对，全国有3台，全国只有3台，只有3台。那我们这是唯一的一台。对，我们这一台呢也是唯一还能够我们看到就是上机操作制造的一台。就是这两个老师，他们分别负责的是什么不同的工作呢？像我们上面这位师傅对，我们称他为提花工。提花工，提花工，对，哦他呢负责的是控制主体的图案。哦，他来控制图案。对，你看他面前一堆白色的丝线，叫做嵌线，1万多根有。哇塞！他负责提拉上面的嵌线，带动我们这红色的这部分金线。这一堆丝线相当于一个完整的图案密码。哦，这一堆。对，然后我们待会儿可以去看一下，它除了这个蜀锦，还有蜀绣。再辉煌的盛世，终不过是历史中的沧海一粟。唯有那些亘古不变的文明，在这悠久的岁月里，诉说着隽永的故事。从今走尾的斑斓蜀锦如此，针线细密的秀丽蜀绣亦如此。针与封面的话要垂直，然后直上直下，这样的话两面的图案才是一致的。 OK， 然后把多余的线头给剪掉。下面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蜀绣针法，进行绣制。然后我们现在用到的就是滚针。滚针什么叫？滚针就是说，是用线条组成的。好的，我现在已经把头给漆好了，然后后面的话就交给云溪了。云溪可以试一下。你可以先看一下我，就是前3针它绣制的那个纹理，然后基本上就是绣那个平行线，然后2根丝线的它的那个距离的话要挨得稍微近一些，不能露底，或者是也不能打底垂直下针是吧？进退的距离要一致，要一致哈。对，然后落线的那个位置你可以观察一下上一针和下一针，它们俩之间的距离要就是有规律，这样出来的那个成品的话就在一条平行线上。还好。我发现我还挺适合做手工。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手工了，对。像要绣好这样子的这种，学好的话，一名技师大概需要多久的这种训练时间呢？在我们博物馆呢，然后就是说培养一个熟练的技工的话，需要3年的时间嘛。3年，对，蛮长的。你绣了多少年？我绣了10多年了。从小就开始，是的，OK。然后那个时候呢，爷爷在家里面绣花马退休了，然后我暑假呢就在爷爷家里面玩，然后就在他的绣花绷下面，然后剪线啊那些。老师来点评一下，看看这一针绣的如何？绣得非常好。 OK， 是吗？是的，比我们很多就是那个新来的技师都要好。真的假的？是的，是的。那你干脆留下来吧。你不要，因为这是咱们的节目，您就这个。没有，因为确实，然后都是在那个画面里没有挑出来。它算是手巧的了，对。
云溪里别走了，还是在这儿留下来，是吗？这里的织工绣娘穷其一生，只专一事，只为将那漫漫长河编织成密码，珍藏于此。作为新时代的成都设计师们，在这陈列着古老密码的博物馆里，不断汲取灵感，用最锐利敏感的嗅觉和最大胆的想法，将藏在传统中的密码解构成更符合时代语言的设计。觉得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喜欢，就是把这种传统的文化、传统的元素融入到这种时尚当中来呢？其实是传统，它是我们的一个文化宝库了。然后，那这个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就是创作者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资源。然后所以就是传统进入现代呢，它由于时代背景不一样，然后所以我们不能回到过去。那我们就肯定要根据今天的人的一种生活样式、审美方式。啊，你看那个熊猫，我估计你会喜欢那个东西。这典型的是成都的一个载体，可以取下来，可以，对，可以取下来。其实我们当时在做这个的时候，他们是希望我做一个太空人。但是我觉得，既然你都来到了成都，为什么把成都的元素和它的要求融进去？你觉得，对我们将来也可以把它做成那个，就是玩偶这些的关系，对吧？缩小版的，对对对。憨厚率真又悠然自得的气质，让大熊猫成为了成都的名片。在这简单的黑白与太空的未来感相结合中，本土名片也成为了一种国际化的潮流表达。当然，在一个名为成都的理想国里，除了蜀中瑰宝的锦绣与城市名片的大熊猫以外，也少不了一杯花茶。一杯茶映射着成都的城市文化，在成都喝茶无关雅致，但关乎每一个成都人的清晨午后酒足饭余。这个很有意思。对，盖碗茶的那种是很成都。对对，我待会儿还有跟你可能会做一个再设计的概念，你愿意吗？当然愿意了。OK， 这个好有意思。是，然后我待会儿会给你讲这个盖碗茶的怎么设计的。当青花白底被赋予更多颜色，成为更符合今日审美的咖啡杯，年轻人手中延续的盖碗茶，在向时代宣称，成都依然是那个生活的天堂。然后我今天给你安排了任务就是你来设计一个盖碗茶如何？我来设计。对，我已经把那个草稿已经做好了。OK， 其实做产品很好玩，因为你看到你的作品，然后在市场上流通的时候，其实是成就感很好的一件事情。我准备设计2个。好啊，OK， 设计2个，好吧？我来构思一下啊。OK， 它就是那种不均匀分布的那种方块，其实，对的。其实不用图案，我觉得还是以这种就是方块的方式，对，所以现在的这种新的这种视觉语言，其实反过来说，把传统的这些材料加进去，还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这种国潮，对，就是要新旧结合。对，新旧结合。其实，在这种非常当代的一种语言里面去做这些东西，年轻人会很喜欢。他们会在这些语言里面去重新接触到这种文化，虽然看上去和传统的东西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新的语言之后呢，他们更愿意去接纳传统的文化。我觉得差不多。如果说现在殷老师您要给我打一个分，你要打多少？我看2种是其实2种是不同的语言，我觉得可能2个做出来它的风格
都不同，但是我觉得它其实，在你的语言里面，其实蛮成体系的，蛮成体系的，就像是一个设计师一样，对吗？好吧，那就算是今天的这个设计还比较成功。对，我觉得不用打分，好，不用评价。殷老师啊，您觉得成都这块土地是不是特别能够包容像这种咱们这种传统文化和时尚的结合和现代感的结合？对，成都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是因为其实每一个地方的在地性都能够去滋生当地的一种文化的产生。你看成都人他喜欢休闲，喜欢一种文化的这种滋养，所以它的包容性很好，对，然后跟地域边界都有关系。所以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你看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盖碗茶，虽然说我们拿来装的是咖啡，但是实际上它是从成都的本土的盖碗茶出发的。对，它回应了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全球化的时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年轻的审美和今天的生活方式，同时我们觉得，世界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村落。然后其实，所以虽然有我们的本土文化，同时我们认为所有东西国际化越来越强了，它其实都是一个大融合。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像这种大融合，在成都这个非常包容的城市，它就更容易把这种东西凸显出来。是对，所以我觉得作为成都人，我还是很自豪的。欢迎你经常回来，肯定的。没有一座城市像成都这样，如此恰如其分地平衡着新旧共生的秩序。那些隐藏在巴山蜀水背后的古老文化，在不断的创新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或许，唯有让历史走进生活，用全新的思维，将过去的时尚变成属于当代的潮流，才是对一段历史文明最好的延续。最爱去的话，那就是最好玩的。最成都的话，我去那个地摊上面卖冰粉，它其实跟我说25块，你被烧了，被烧了吧？见到王老师的时候，新的那种感觉是真的蛮激动的。这个字真的是记忆犹新，真的是特别感谢王老师。其实比较遗憾的就是，除了和我父母一起录制那期节目以外，我几乎都没有和父母待在一起。就从一个小孩成长为一个男人了吧，有担当了，都很高兴。